你想要在你的 Roblox 游戏中制作等级和经验值系统吗？不想要再使用右上角的排行榜来显示玩家的资料吗？没问题，现在立刻帮这部片按赞，因为克拉克将在这部影片中教会你制作一个等级和经验值的系统，并且使用自定的 GUI 来进行显示哦。Hello，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那么老样子，先给各位展示一下我们待会制作出来的成品会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的玩家画面上会有一个 UI，会显示玩家目前的等级和经验值。我们的玩家只要点击了在游戏场景中的这个 part，就可以取得随机的经验值。您可以看到这个经验值呢，还会有一个小动画，会跟着玩家获得的经验值往前进。而且等到玩家取得一定的经验值，玩家就会升级。那么，让我们先来做一些前置动作，因为我们要使用 Data Store To 这个 Module Script 来帮助我们管理和保存玩家的资料，所以请确保你已经有看过我们上一部 Data Store To 的教学影片了。我这边就快速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来到 Data Store To 的下载页面，下载 Data Store To。接着，我们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里面按右键，插入档案，选择 Data Store To。因为我们的 Data Store To 需要保存玩家资料，保存玩家资料呢是需要开启一个设定的，所以我们要先在左上角按 File， 点击 Save to Roblox， 输入游戏资讯后按下 Save。接着呢，我们点击 Game Settings， 按左边的 Security， 把第二个选项给打开来，按下 Save。接着我们要来新增等级和经验值的 GUI， 我们到 Start GUI 里面新增一个 Screen GUI。我们将它改名为 Stats GUI。我们在 Stats GUI 底下新增一个 Test Label， 一个 Frame， 还有 Local Script。我们将这个 Test Label 取名为 Level Test， 它会用来显示玩家目前的等级。我们的 Frame 呢，将它改名为 ESP Background， 这会是玩家经验条的背景。接着，我们将 Local Script 取名为 Stats Script。这 local script 会负责接收资料，然后按照资料改变玩家画面上的 GUI。接着，我们在 ESP Background 里面新增一个 Test Label， 还有 Frame。我们将这个 Test Label 呢取名为 ESP Test， 它会用来显示玩家目前的经验值和升到下一级需要的经验值。我们将 Frame 呢也改名为 ESP Bar， 它会按照玩家目前的经验值和升到下一级需要的经验值计算比例之后变长或变短。我们接着要修改一下它们的一些属性，接下来几秒钟呢会显示所有 GUI 们克拉克所调整的一些属性。你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或置顶留言找到每一个 GUI 的时间轴，然后暂停影片进行修改。那么，在经过我们的剪辑魔术之后，你的画面应该要跟克拉克是差不多的。我们刚刚有讲了，这个 ESP Bar 呢，会根据玩家经验值和下次升级的经验值计算比例之后变短或者变长，所以它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会是像这个样子。一开始玩家是没有任何经验值，所以是完全看不到的状态。但是当我们的玩家取得经验值之后呢，它就会依照计算出来的比例呢变长或者是变短。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ESP Test 它被 ESP Bar 给挡住了。我们想要让玩家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它到底还需要多少经验值才能升级，所以我们的 ESP Test 必须显示在最前面。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每一个 GUI Object 都会有的属性 Z Index。Z-index 呢，基本上就是电脑在生成这些 GUI 的顺序。这里面呢，要填入一个数字，数字越小的话，这个 GUI 生成的速度就越快。我们的 ESP bar 呢，就让它保持在1，先让 ESP bar 给生成出来。再来，我们把 ESP test 的 Z-index 调整到2，这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ESP test 跑到 ESP bar 前面了。如果你在设计 GUI 的时候也有发生这种前后显示很奇怪的状况，那你就要想到可能要调整 Z-index 了。这样我们的 GUI 呢就设计的差不多了。
再来，我们在 Server Script 里面新增2个 Script， 我们将这2个 Script 呢分别取名为 Level Handler 还有 Initialize。接着，我们在 Replicated Storage 里面新增2个 Remote Event， 我们分别将它们取名为 SamePlayer Level 还有 SamePlayer ESP。最后，我们在 Workspace 里面新增一个 Par， 我们将这个 Par 呢取名为 GetESP Par， 并且在里面放一个 Click Detector。OK， 那这样子我们的前置准备就差不多了，我们来开始写程式吧。那么克拉克，我在做游戏的习惯，我会先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先有一个负责预设玩家资料的脚本，也就是这个 Initialize 的 Script。这个脚本的主要内容呢，会是负责一些玩家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就要处理的东西，像是读取这个玩家在游戏中的资料，然后把一些想要显示给玩家的资料从伺服器端给发送到客户端。那么最一开始，我们就要先定义这些变数，来取得我们会用到的 service， 还有 require 我们待会要使用的 data store to。如果你已经有看我们这部 data store to 的影片，就会知道我们要使用 data store to 点 combine 来把玩家在这个游戏中会需要用到的资料给组合成一个 table。那么我们今天要使用的资料呢，就是 level 还有 ESP。接着，我们就是要去侦测，当玩家加入游戏，就去取得对应玩家的资料。那么这边呢，我们就使用 Players 这个 service 底下的 Player Edit 的 event 事件，我们会在这个 event 中取得一个 Player 的 object。再来，我们就是要创建玩家资料的 Data Store 的 object。分别是 Level Store 和 ESP Store。Level Store 负责管理玩家的等级 ，ESP Store 负责管理玩家的经验值。我们先把 ESP Store 放在一边，我们先来处理 Level Store。现在我们建立一个 SendLevel 的函式，这个函式呢会需要一个 Value 的参数。那么这个函式的功能就是，每当我呼叫了这个函式，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 value 的值呢传递给客户端。所以我们就要写 replicated storage 底下的 SamePlayer Level 这个 remote event， 然后冒号 fire client。别忘了，因为我们是从伺服器端传到客户端，所以呢，我们要在 fire client 的这个左右括弧里面放一个 player 的 object， 然后还有我们要传递的值，也就是这个 value。接着，我们直接呼叫这个 SendLevel 的函式。我们在左右括弧里面呢写 Level Store 冒号 get。还记得我们的 Level Store 现在是一个 Data Store 的 object， 所以它拥有 CRUD 和其他的功能。现在整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取得 get 玩家 Level Store 里面的值，也就是玩家目前的等级。然后让 SendLevel 这个函式帮我们把玩家目前的等级呢，也就是 value， 使用 fire client 发送到客户端。那么这位客户端呢，就是进入游戏的玩家啦。那在这边就要注意了，因为第一次进入游戏的玩家呢是没有任何资料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 get 函式里面输入一个值1。也就是如果玩家没有任何等级资料，我们就让玩家的等级预设为1等。接着我们就要使用一个 Data Store 底下一个非常方便的函式 onUpdate。它的使用方式呢跟 Event 很像，我们在它的左右括弧里面放一个 SameLevel 的函式。现在这一行呢会在每当我们的 Level Store 里面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触发 SameLevel 这个函式。而我们的 onUpdate 呢会取得一个改变过后的值，所以每当玩家的等级发生了改变，它就会自动传送改变过后的值呢到我们玩家的客户端咯。那么我们的 ESP Store 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这边就让我们使用影片剪辑的魔术。OK， 那这边呢就是我修改过后的内容。如果你打算把上面的程式码都复制贴上一份的话，那要请你注意，要记得改很多的地方，不要到时候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克拉克，明明自己的程式都没有打错，却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哦。接着我们打开另外一个 Level Handler 的 Script，
这个脚本的工作呢，主要会专注在处理玩家的等级和经验值上面。那么这些变数呢，就是我们会使用到的 service， 还有我们的 data store to 的 module script。那这边呢，稍微提到一个 data store to 的一个小细节，我们已经在 initialize 这个 script 里面已经有 data store to 点 combine 过了，其他的脚本呢是不需要再 combine 一次的。再来，我们定义我们游戏场景中的这个 get ESP part。接着就是设定 get ESP part 底下的这个 click detector 的 mouse click 的这个 event 事件。那么我们会在这个 event 事件中取得是哪个玩家点击了这个 get ESP part。那么当玩家点击了这个 get ESP part， 我就要给予玩家一些经验值。所以我们就使用 data store to 创建玩家经验值的 data store 的 object， 好让我们可以管理玩家的经验值。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变数 current ESP， 取得玩家 ESP store 里面的值，也就是玩家目前拥有的经验值。再来，我想要给予玩家一个随机的经验值，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get ESP 的变数，我们使用 math 点 random 这个函数来随机取值。我在 math 点 random 的左右括弧里面输入1.50，也就是每当我们的玩家呢点击这个 get ESP part， 就可以取得1到50点的随机经验值。接着，我们定义一个变数 total ESP， 用来计算玩家目前的经验值和这次取得的随机经验值加起来的总和是多少。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等级系统比较重要的部分了。每当玩家取得了经验值，我们就要去计算玩家总共的经验值呢够不够升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一个下次升级的经验值。那么我这个游戏的玩家每一次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是目前的等级乘以50。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取得玩家目前的等级。那么也很简单，我们使用 data store to 来创建玩家等级的 data store， 然后建立一个变数 current level， 并且使用 get 函数来取得玩家目前的等级。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变数 require ESP， 公式就是刚刚讲的目前的等级 current level 乘以50。再来呢，我们就要写一个 if 判断式，我们要判断玩家总共的经验值呢有没有大于等于我们这次升级需要的经验值。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把玩家总共的经验值减掉这次升级需要的经验值。然后我们帮玩家的等级呢加1，因为我们的 level store 里面的值是一个数字 number，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increment 这个函数来帮里面的值加1。那么我在这边的注解呢也有写，如果你想要使用 set 的写法也是 OK 的，看你自己的习惯。那么我们已经判断完玩家可不可以升级的这件事情了，接着我们就要使用 set 来保存玩家剩下的经验值，因为我们的玩家如果升级的话，我们的 total ESP 就会减少嘛。那么我在这里呢使用的是 set 的写法，如果你想要使用 increment 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 ESP store 里面的值呢也是一个数字 number。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伺服器端的所有程式啦。这里克拉克来帮你理一下思绪。我们的玩家呢，在点击 get ESP part 的时候，会 set 或者是 increment 玩家的经验值或者是等级，所以我们的 level store 还有 ESP store 呢，里面的值发生了改变。还记得我们在 initialize 这个 script 里面有写了 onUpdate 的函数吗？所以现在呢，每当我们的玩家的等级或者是经验值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脚本呢就会主动把改变过后的值呢，使用 find client 发送到客户端哦。那么我们已经把伺服器端得到的玩家资料，使用 find client 发送到客户端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在客户端接收资料啦。我们打开 States Script 这个 local script。那么这些变数呢，就是我们待会会使用到的 service， 还有我们的 GUI 的 object。再来呢，我们就要建立 SamePlayer Level 还有 SamePlayer ESP 这两个 remote event 的 onClient event， 用来接收我们伺服器端呢传递过来的资料。
那么我们先来处理玩家的等级。我们会在 SamePlayerLevel 这个 onClientEvent 这里呢，取得玩家目前的等级。在取得之后呢，我们就改变 LevelTest 的 test 的属性，变成玩家目前的等级。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按下 Play 进入测试，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等级变成 Level 1咯。接着我们来处理玩家的经验值。我们看到 SamePlayer ESP 的 onClientEvent， 因为我想要在画面上显示玩家目前的经验值，还有升级需要的经验值，所以呢，要跟伺服器端一样，使用玩家目前的等级乘以50来取得玩家升级需要的经验值。但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 event 里面呢取得玩家的等级。在这里，克拉克就会做一个 catch 的快取。我现在在这两个 event 外面建立一个 current level 的变数，用来储存玩家目前的等级。然后我们在 SamePlayerLevel 这里呢，每当伺服器端把玩家的等级给传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用 current level 这个变数呢，把它给储存起来。这样子，我们脚本中其他的 event 或函式都可以使用到玩家目前的等级了。那么，计算玩家升级需要的经验值也是一样，定义一个 require ESP 的变数，公式呢就是 current level 乘以50。再来，我们改变 ESP test 的 test 的属性，前面呢是我们玩家目前的 ESP， 后面呢则是玩家升级所需要的 require ESP。按下 play 进入测试。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 Get ESP Path， 其实我们的等级系统就在正常的运作啦。不过这样不够酷，对吧？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都喜欢看到我们的经验条不断增加的画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每一个 GUI 的 Object 都拥有的函式 TwinSize 来制作这个动画。TwinSize 这个函式呢，总共需要输入以下参数，除了 EnderSize 以外呢，它都有预设值了，所以呢，我们就先填入这个 EnderSize 就足够了。这个 EnderSize 的参数是决定了你这个 GUI 的大小最终要变成怎么样的。关于 GUI 的大小和位置呢，都是使用 UDIN2 这个 Roblox 的资料形态。克拉克呢也已经有一部影片是在讲 UDIN2， 我这里呢就不多做解释了。那么我们的经验条，也就是 ESP bar，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变化的。我们 Y 轴的高度呢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会有改变的是它的 X 轴，也就是它会从左到右变长或变短。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等比例缩放，所以呢，我们要调整的是这个 x 轴的 scale。我们在这里呢，建立一个变数 EnderSize， 用来计算玩家 ESP bar 呢最终要变成多长。那么这里呢，就是建立一个新的 UDIN2 的资料形态。我们输入 UDIN2 点 new， 然后我们在左右括弧里面呢，就是要输入 x 轴还有 y 轴的 scale 或是 offset 了。那么我们 UDIN2 的第一个参数呢，也就是 x 轴的 scale，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参数位置呢，计算它要变多长或者是变多短。那么这个计算公式呢也非常简单，就是玩家目前的经验值除以升级需要的经验值。我们接着呢就要输入 ESP bar 冒号 TwinSize， 我们在 TwinSize 的左右括弧里面输入 EnderSize 这个变数，我们按下 Play 进入测试。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 Get ESP Path， 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经验条有了一个变长变短的动画咯。但在这里发生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取得经验值的时候 ，ESP Path 有时候会卡住，明明增加了经验值却没有动画。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取得经验值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之前的动画还在执行。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TwinSize 的 API 页面，这里有一个参数 Overwrite。Overwrite 呢，它是一个布林值，如果它是 true 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们盖过还在执行的动画。但是它的预设值呢是 false，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overwrite 呢给设定为 true。不过我们的 overwrite 由于它是第5个参数的关系，我们要把前面的参数呢也一起填进去。
前面的参数呢，分别是动画的方式，还有我们动画的风格。关于 GUI 的动画呢，又是另外一部影片的长度，在这里克拉克就不多解释了。我们在 end size 的后面呢，输入网站上的这些预设值。那么第4个参数呢是动画时间，它的预设呢是1秒钟。如果你觉得太长的话，你可以自行调整。最后就是我们要使用的 overwrite， 我们将第5个参数呢设定为 true。最后一个参数呢就不用写了，因为我们用不到，而且它有一个预设值。我们按下 play 进入测试。现在当我们的玩家取得经验值，就可以看到非常顺畅的 GUI 画面咯。OK， 那这样子呢，差不多就是等级系统的所有内容咯。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这样子的实作影片，那就一定要记得帮助影片按赞，并且订阅克拉克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更多的教学影片哦。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克拉克，你还想看到什么样的教学影片吧。那么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